东乌民兵部队确认了亚速营副指挥被击毙的消息，一起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经过连续艰苦奋战，俄联军在马里乌波尔地区终于完成会师。城西的俄军和城东的车臣部队和 DNR 东乌民兵顺利会合，此举意味着城内的乌军和亚速营已被俄联军压缩在2个包围圈里。根据顿涅茨克的领导人称，被包围的乌军和亚速营残余差不多还有4000多人，这4000多人占到战前乌军在马市总兵力的 23%。此前，马市乌军和亚速营组成的守军足足有17000人之多。经过一系列的战斗，亚速营和乌军已经被彻底打垮，防线已被彻底粉碎。现在这4000多人甚至凑不够一个满编旅的编制，而且这些残余武装的重火力基本上也都丢光了，坦克、装甲车辆什么的早被消耗完了，现在就是一群拿着轻武器的散兵游勇罢了。现阶段，乌军和亚速营被分割到了城北荒无人烟的几个厂房中，和城南的一片开阔地带已经被俄军挤压到了极限，看起来退无可退了。而乌军高层也在谋求撤离亚速营指挥官和乌军指挥官。从3月28号开始，乌军向马里乌波尔市区派遣了一架米8运输直升机，打算从海边以溜边的方式潜入马市市区，将指挥官接走。俄媒认为亚速营正副指挥官都是乌克兰政府外宣的最好示范人物，能够成功撤离这些人，可以让乌军受到士气上的鼓舞。同时这些人拥有和俄军、车臣军队以及 DNR 部队的作战经验，让他们撤离后，则可以让其指导乌军如何与俄联军作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指挥官刚刚在1个星期之前被乌克兰总统授予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乌克兰英雄。如果让他们死在俄军手中或者被俘，对于乌军的士气都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此乌克兰才会让俄军已经在掌握马市的制海制空权后，冒险派出直升机救援。但是这次近乎于赌博的救援行动，不出意外地遭到了俄军的挫败。这架米8直升机甚至都没有飞到马市上空，就被俄防空部队直接击落。此举宣告亚速营指挥官的逃生之门被彻底关闭。因此他们只能继续指挥部队苟延残喘，并尽可能地拖慢俄军进攻的步伐。但是说实话也没啥用，俄军甚至又减少了在马市进行围剿乌军和亚速营残余的兵力，并且将战力极强的车臣部队部分调往了东乌地区的卢比日内市，和乌军去刚正面了。可见城内的亚速营和乌军的残余威胁正在逐渐减小。而昨天开始， DNR 部队向亚速营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并且在进攻中直接击毙了亚速营副指挥官斯维亚托斯拉夫·帕拉马尔少校。这是俄乌开战以来首个确认战果的亚速营高级指挥官。DNR 部队也算是大仇得报，让亚速营副指挥官血债血偿。虎哥推测，这位副指挥官应该是因为自拍暴露了位置导致杀身之祸。和其他无脑的亚速营分子一样，斯维亚托斯拉夫·帕拉马尔少校在战时就连续在社交媒体上通过自拍照片、视频的方式挑衅俄军，并且背景没有做任何的打码处理。一来二去的，俄军是很容易根据他视频的背景特征推测他具体的躲藏位置的。毕竟此前俄军就用这种方法弄死过不少亚速营分子。当然，既然亚速营的副指挥官已经伏法，那么亚速营的一把手也离此不远了。因为马市警察局局长波波夫上校在昨天宣布临阵起义，转而支持俄联军的行动。俄联军尤其是 DNR 的安全部队需要这位警察局长的协助，他和他手下的人将帮助俄联军一个一个地识别城内的亚速营和右翼残余分子。不得不说由于波波夫上校的加入，俄军的筛选效率将获得极大的提高。作为警务系统的高官，该市警察局的全部资料属于波波夫上校管辖，尤其是马市的人事档案资料，这些对于甄别那些亚速营分子是行之有效的。
因为亚速营就是在马里乌波尔地区成立的，这是他们的发迹之处。马市警察局拥有8年以来该地区亚速营分子全部的人事资料，随着这些材料落到俄军的手里，可以想象这些亚速营分子一个也别想出逃，尤其是亚速营指挥官现在已经是插翅难逃，建议还是尽快投降，争取俄军的宽大处理吧。